近期的缅甸战事可谓遍地开花。之前节目我们分析过，克伦民族解放军在扛起打击电诈大旗后，捡到了一批趁手装备，迅速壮大，打得克伦邦的缅军节节败退，已经逼近电诈中心妙瓦底。而戏剧性的是，作为克伦邦妙瓦底最直接的保护伞，苏奇都领导的克伦边防军却在此时脱离缅军序列，宣称中立，并且把原本克伦边防军的名称改为了克伦国民军，企图鱼目混珠。我们知道，缅甸70年内战以来，成立了各种大大小小抵抗武装，而克伦邦的克伦族反抗武装可以说是缅甸历史最悠久、最坚定的老字号反缅武装。历史上的克伦族就一直与缅族不对付，相互攻伐，长期受大缅族主义打压。英国殖民缅甸时期，这种敌对现象愈发严重。3次英缅战争期间，英国就充分利用克伦族与缅族之间的历史恩怨，让克伦族给英军带路，提供情报，并协同英军进攻缅族贡榜王朝。英属缅甸时期，为加强对缅甸有效殖民统治，英国又采取民族制衡策略，扶持少数民族，打压数量庞大的缅族群体。2战期间，在盟军的扶持下，克伦族建立了多支武装，包括克伦国家联盟、克伦中央组织、佛教克伦以及克伦青年等，成为缅甸战场上重要的抗日力量。2战胜利后，克伦族要求英国兑现其在2战期间向克伦族许下的承诺，让克伦族独立建国。英方没有明确表态。1947年，在昂山将军的倡议下，缅甸政府与善邦、克钦邦、青邦4方代表在善邦宾龙镇签署了宾龙协议，象征缅甸结束英国殖民统治，共同争取独立。而克伦民族联盟由于对划定给克伦邦的辖区和相关权益不满，直接发动了武装起义，争取民族自决，由此揭开缅甸70多年武装斗争序幕。克伦民族联盟鼎盛时期拥兵6万，是缅甸独立后规模最大名第5。就算日后壮大的瓦联军和昆沙门泰军也只能望其项背。克伦族率先发动武装起义后，又与缅共、孟族、清族等反抗武装达成协议，组建民主联军。其中民主联军的主力就是克伦族武装，有7个营精锐兵力，都是美式装备。原本民主联军已经包围了当时的缅甸政府所在地仰光，身处仰光的吴努政府手中只有不到2个营的缅族部队，且作战能力很弱。但此时的民主联军发生了内斗，由于政治路线分歧，缺乏统一指挥，接连有部队反水，尤其缅共内部也出现了红白旗之争。后来在罗湘率领的克钦族部队南下勤王的情况下，新生的缅甸政府才躲过一劫。缅甸军政府站稳脚跟后，又利用宗教和克伦联盟内部矛盾瓦解分化克伦族。2005年，克伦民族联盟下辖的民主克伦佛教军和缅甸军政府签订协议，获得了更多的自治权利。为配合缅甸军政府对克伦地区的控制，克伦佛教军多次以缅甸政府军的名义攻打克伦民族解放军，而克伦佛教军正是苏奇都领导的克伦边防军的前身。近年来，也正是苏奇都的直接受益，才让电诈集团在泰缅边境的妙瓦底发展壮大。苏奇都想要在此时撇清关系，恐怕没有这么容易。由于长期以来养成的以电诈养军的习惯，苏奇都在脱离缅军序列后，又开始向水谷沟的电诈园区开征人头税了。而就在本月，迫于中方反诈压力，活跃在妙瓦底的克伦边防军才勉强将1000名涉诈人员无条件移交给泰国方面和中国方面。据悉，目前光在 KK 园区经营的电诈公司至少还有几10家，每家公司都有数百名员工，而且当地还有多个电诈园区。苏奇都这种挤牙膏的方式，显然是想顽抗到底。当然，克伦民族解放军完全可以利用一下苏奇都投鼠忌器的心理，先拔除缅军方据点，再逐步蚕食苏奇都的地盘。最新消息是，克伦联军已经夺回了克伦邦妙瓦底以南约9英里处帕鲁吉营地。这个营地曾是克伦民族解放军第6旅的总部，已经被缅军方占领30多年。另外，缅军在妙瓦底外围的第355营和第356营已经被克伦民族解放军攻陷，并缴获了大批重型武器装备。如果缅军357营再被攻陷，整个妙瓦底线就会被克伦联军装进口袋。目前苏奇都的克伦边防军还在作弊上官，不想与电诈做切割，又想龟缩在妙瓦底独善其身，哪有这么好的事呢？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没有了缅军做依附的克伦边防军也必然土崩瓦解，而吃了这么多年人血馒头的电诈保护伞苏奇都也必然会被清算。